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八卦一下，邓为去上海探班杨紫是真的吗？邓为工作室发布的《长相思》见面会花絮，邓为出现的地方一直都有杨紫。彩排说我在，看向杨紫的方向，和杨紫一起练习投球，坐在杨紫背后，场后的时候站在杨紫后面，一直都有出现杨紫。邓为真的好爱。邓为《长相思》庆典晚会回来，几乎天天起5更爬半夜的拍摄仙台有数，男主角戏份多。最近2天好不容易下午下班早点，邓为跑的那叫一个快啊！有人说会不会是内急着急回房车放水？毕竟外景到处都是代拍，这要是随便找个地方方便被代拍拍到，那又是一个大热搜。我倒是听说邓为爸妈来探班，我觉得魏魏是下班着急回家和爸妈团聚吧，毕竟我们魏子才28岁，还是个宝宝。听说子爸长相思庆典后去了四方馆探班谭健次，还去了仙台有数探班魏魏，和导演还夸魏子了呢，所以魏子最近心情好得不得了，在剧组惊现小朋友魏子又蹦又跳的开心魏魏。邓为见杨紫还是那个叶17，俩人自带结界，好甜。邓为新剧吻戏本是开机第2天就有，魏魏硬拖到庆典活动后拍。我感觉小妖也是爱景的，因为小妖只对景耍小脾气、耍娇，和景在一起时不会想其他人，和香柳在一起不让香柳吻，不让防风被爆，他只是把香柳当成了只尾巴。虽然香柳爱小妖，医者父母心，况且小妖就爱干心理疏导工作。当年没有精神病医院，西阎王把涂山璟害成那样，加上枪玄又需要财力人脉，没钱的香柳需要粮草，小妖可不得好好给他治疗。璟是小妖的爱情养成系，别人眼中精明的璟，在他眼中就像是个傻子。太美好的小妖让璟万分珍惜，患得患失，不知所措。就像小王子里的玫瑰，玫瑰有刺且娇弱，可却是他精心呵护养大的，有了付出和等待，才有了感情和期待。而香柳和他很像，是知己，是梦中情人，是无法照进现实的存在。真的觉得杨紫邓为好般配，希望杨紫邓为可以在一起，因为今年磕杨紫邓为的 CP， 所以觉得他俩挺般配的，就挺希望他俩可以在一起。还有就是觉得小妖和涂山璟好甜，希望现实中也是一对，能像剧里一样可以在一起。乔邓为看杨紫的眼神，是不是喜欢杨紫呀？有点特殊呀。长腿小细腰，古装裙仙气飘飘，这是何方尤物啊？魏魏，你要把古装焊在身上知道吗？如果是紫薇恋爱也支持，都那么大了，他俩挺般配，一个美一个高帅，爱了受了。这部剧真的做到了大大小小角色都上桌吃饭，真好。娱乐圈能做到一部剧全员上桌吃饭的也就杨紫、赵丽颖、杨幂这3位，有实力、有演技、有美貌，在这3位的剧里才知道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杨紫的命，却抢了杨紫的剧，她怎么样了？杨紫追求流量的坚定信念，90后4小花旦之一的杨紫，即将在7月下旬开播的新剧《长相思》备受期待。然而，她的演艺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经历了诸多坎坷和挫折。在娱乐圈，杨紫曾经受到人们的争议，有人认为她不够漂亮，不适合演花旦角色。然而，她坚守自己的信念，追求流量，认为这是她获得自由选择剧本的关键，更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她选择了一条不容易的路，但她坚定地前行。初入娱乐圈的时候，杨紫因为没有背景而经常面临被投资方更换角色的风险，这让她深受伤害。在《家有儿女3》中，投资商的女儿丹琳曾经抢了她的角色小雪，这一经历对她的心灵造成了深刻的伤害。起初，杨紫的父母保护她，没有告诉她真相，只说她没有被选上。然而，她后来通过多方打探了解到了事实，这段经历对她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第3部《家有儿女》因角色更换而口碑下滑，最终第4部几乎无人问津，杨紫也因此成为了牺牲品。然而，杨紫的坚韧和勇气使她走出困境。她没有停下寻找适合自己的剧本的步伐，尽管大部分剧本都不是言情剧，而是战争剧等其他类型的作品，但她坚信自己的道路，即使很多人都认为她不适合花旦的角色，她仍坚持走自己的路。后来，她出演了《青云志》，
虽然遭受了一些批评，但也因此获得了热度，投资方开始看到了他在言情剧中的潜力。随着香蜜和亲爱的热爱的热播，杨紫成功跻身90后4小花旦之一，稳居巅峰。如今，杨紫成了投资方眼中的香饽饽，各种偶像剧争相邀约。对于她的流量追求，杨紫坚信没有流量就没有自由选择剧本的权利，甚至观众也会忘记她。她认为只有成为一名红人，她才能够主导自己的命运，获得鲜花、掌声以及资本的选择权。她的坚定信念和追求值得我们借鉴。杨紫，一个名为小糯米的演员，在娱乐圈中逐渐崭露头角。她的职业生涯曾经充满了波折和挑战，但她通过坚持自己的信念，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她的成功故事鼓舞着更多的年轻人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在追求自己事业和生活目标时提供了有益的指导。杨紫的职业生涯之路并不平坦，在最初的时候，她没有背景和关系，经常被资本方操纵，无法自由选择剧本。但是她没有放弃，而是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她不断地努力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演技，即使遭遇到角色被抢的挫折，她也不气馁，仍然在不断地努力。这种韧性和适应能力让她成功地获得了大量的粉丝和代表作。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流量和知名度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足够的知名度，演员可能无法自由选择剧本，也可能会面临被投资方更换角色的风险。但是杨紫并没有依靠流量和知名度，而是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得到了认可和成功。这表明个人品牌和影响力对于在娱乐行业中取得成功也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追求金钱和财富也是理性的决策。人们需要金钱来维持生计，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杨紫的选择表明了直面自己的欲望并积极追求经济独立的理性决策。杨紫的成功故事鼓舞着更多的年轻人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要被他人的质疑和阻碍阻止前进，相信自己，勇往直前，最终会收获成功的果实。同时，困难和挫折是成长和成功的一部分。我们需要面对挫折时的韧性和适应能力，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不依赖外部条件，也是一种可行的道路。总的来说，杨紫的故事展示了在娱乐行业取得成功的不同路径和策略。她通过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不断努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她的故事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念：相信自己，不断前行，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那么，你又有何想法和看法呢？在娱乐界，知名度和流量是相当重要的资源。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拥有足够的知名度可以让他们选择更多的剧本和角色，从而有更多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演技。而这种知名度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成功的作品来积累的，这也是杨紫的成功之路。她的故事告诉我们，成功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不懈的追求来实现的。除了知名度，金钱和财富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追求经济独立和寻求更多的财富是理性的，这可以为个人提供更多的自由和机会，同时也为实现自己的梦想提供了支持。在事业上的成功，也意味着经济上的独立和稳定，这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困难和挫折也是不可避免的。而面对这些困难和挫折时，韧性和适应能力是成功的关键。杨紫在职业生涯早期经历了被抢角色的痛苦，但她学会了调整自己的心态，重新出发，最终取得了成功。这表明，困难并不是终点，而是通往成功的一部分旅程。只要我们充满韧性和适应能力，并且保持积极的心态，就可以克服困难，走向成功。最后，背景和关系可以带来机会，但并不是唯一的道路。杨紫的故事表明，通过才华、努力和坚持，人们可以克服没有背景的局限，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种鼓舞人心的信息，尤其对那些希望追求自己事业目标的人来说，无论他们的背景如何，都可以追求成功。因为只要我们拥有才华、努力和坚持，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总之，杨紫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职业生涯还是生活中，知名度、金钱、韧性和适应能力、才华和努力都是实现自己目标的重要因素。只要我们坚持追求梦想，充满信心和勇气，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那么，你的梦想是什么？你会如何去实现它？
宣璐发博怒斥造谣者，疑似和肖战、杨紫有关。网友就很离谱，宣璐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低调的演员，不喜欢炒作或制造噱头。她的知名度在出演《陈情令》中扮演师姐一角后有所提升，但却错过了该剧初期的热潮。随后，她的演艺生涯进展平平，逐渐被观众遗忘。尽管宣璐多半扮演配角，还未跻身女主行列，即使饰演女主的角色，通常也是制作成本较低的作品。然而，她的演技和外貌一直备受认可，身材也一直保持得很好。现在的问题在于，她的未来前景会如何发展？然而，今天宣璐却意外在微博上发表言辞激烈的言论。现在，凡事都要怪到我头上来了吗？有人编造谣言，还加上了一个都是我的错的表情包。他的话语明显充满了愤怒。这一突如其来的发言让众多网友感到困惑，有人戏称道：“现在吃瓜群众的速度已经跟不上辟谣的速度了。”如果是其他人，网友可能会说他们只是借机炒作。然而，鉴于宣璐通常遭受委屈时都不会出声，人们猜测这次一定发生了什么极端的事情。吃瓜群众四处打探消息，终于了解了事件的经过。原来有人散布言论称杨紫和宣璐是10年的好友，然后编造谣言说宣璐在余生时撮合了肖战和女主角在一起。尽管言辞间含沙射影，但目标一目了然，这让宣璐再也无法忍受沉默。宣璐和肖战之间毫无疑问有着深厚的友情，两人在一起拍戏时间不短。当肖战被曝光负面新闻时，宣璐毫不犹豫在他的微博下送上祝福。然而，这次的指控明显毫无根据。经过查看该网友的微博，发现其是肖战的狂热粉丝。这种行为无疑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令人不寒而栗。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变得极为便捷，但同时也充斥着虚假和匿名言论。明星本身就承受着常人无法理解的关注度，因此简单的言辞和一句话有可能被误解。不过，粉丝们也应该更加冷静，不必太过敏感。在发表言论时，应该更加谨慎，免得不小心为自己的偶像招来麻烦。目前，宣璐和肖战都各自在事业上有所发展，特别是肖战已经飞黄腾达。未来，两人是否还会再次合作？尤其是对于宣璐在《陈情令》中的师姐角色，人们仍难以释怀。宣璐的演技和美貌一直备受认可，她的未来前景依然值得期待。或许她会通过其他作品找到属于自己的突破，重新赢得观众的喜爱。毕竟，低调不代表平庸，宣璐的才华和努力是无法被忽视的。让我们一起期待宣璐在演艺道路上的更多精彩表现，希望她能够以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的价值，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让我们一起期待宣璐和肖战的未来作品吧，他们的表现将是最有力的回应那些毫无根据的指责。面对这些不公平的打击，我们希望他们能用优秀的作品来证明自己。毕竟，演员们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无需被卷入无谓的争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网络时代，信息的传播需要更多的责任感和审慎。恶意的言辞、毫无根据的指控以及谣言的传播，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害的。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打破这种不良现象，为网络社区的和谐而努力。在这个多变的娱乐圈，演员们必须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坚守自己的底线，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脱颖而出。宣璐和肖战都是出色的演员，他们应该继续用出色的作品来回应那些不实的言论。这不仅对他们自己有益，也会树立整个娱乐界的良好榜样。宣璐的勇敢站出来，不仅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也是为了提醒我们在言论自由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对信息负有更多的责任，不轻信，不散布虚假言论。愿这个事件能成为一个警示，引发更多人的反思，使互联网空间变得更加清朗，充满友善和理性。从宣璐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首先，低调和真实是一个演员在娱乐圈中获得认可和尊重的重要品质。宣璐没有过多的炒作和噱头，她的名声主要是通过她的演技和作品积累的。这表明，在一个充满竞争和媒体关注的行业中，坚持真实和专注于表演是能够取得成功的途径。其次，宣璐的路人缘很好，这是因为观众对她的演技和外貌都有认可。这强调了演员不仅要有才华，还要注重形象和自身素质的重要性。
观众更愿意支持那些综合素质出色的演员，而不仅仅是因为炒作或争议而著名。第三，宣璐在面对虚假信息和恶意造谣时，选择了站出来澄清。这表明，在互联网时代，明星和普通人一样可能会受到不实信息的侵害，因此应该学会维护自己的声誉，不容忍虚假言论。这也提醒了我们，互联网上的信息需要谨慎对待，不要轻信不实的言论，同时也要避免传播不实信息。总结起来，宣璐是一位低调而真实的演员，她以出色的演技和作品赢得了娱乐圈的认可。让我们期待她和肖战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展现出色的表现，回应那些不实的指责。同时，我们也应该在信息传播中保持责任感和审慎，共同营造一个友善和理性的互联网空间。他不是那些娱乐圈的大明星，但却拥有广泛的受众支持和认可。他的经历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启示。首先，成功并不一定需要通过炒作和噱头来实现。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